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代表作已悄悄换人，网友惊叫，她的高光时刻正在重写。赵丽颖将微博代表作换成《与凤行》，引发粉丝争议。老粉怀念陆贞传奇的情怀，新粉支持顺应流量。这场争论背后，是娱乐圈流量与情怀的激烈碰撞，更是算法、版权与粉丝经济的复杂博弈。你说娱乐圈卷不卷？赵丽颖刚把微博首页代表作从陆贞传奇换成了新剧《与凤行》，粉圈直接闹成了早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赵小姐姐删了自己的黑历史，老粉说没劲，新粉叫着理所应该。这年头，一个微博资料页都能搅得粉丝三观地震，人设变换比东北的天还快。这事儿，咱先别急着站队，问大家一个魂考灵魂的问题：演员到底该为历史感情埋单，还是得为热度卖命？代表作该成传家宝，还是流量密码？这事儿背后可不光是情怀和数据的较劲，这水深着呢。各位看官，你们还坐得住吗？咱说娱乐圈改主业其实一点不稀奇，杨紫、杨幂什么的都干过，理由嘛不外乎新剧上马，平台整活，艺人要露脸。可一说到赵丽颖，吵起来就有点意思了。早些年，她凭陆贞传奇杀出嫩模堆，是多少人开萤火虫粉级的起点。网友一瞧爱妈，这说没就没了，老情怀瞬间被新玄幻给顶替，不舍得、不满的、看热闹的全冒出来了。粉群里更热闹，这边嚷嚷没有陆贞就没有今天赵丽颖，那边对回去新剧上了不改还等啥？养活团队不香吗？一时间，粉丝情怀和饭圈效率对上了纲。其实吧，这场吵架根本没赢家，每个人都挺委屈。老粉觉得自己青春白追了，新粉嫌老剧过气卡流量。您瞅瞅，这还不是社会变迁下感情和利益的正面对撞？套路是老的香，可流量真是新的甜。现在短视频、社交平台搅得天翻地覆，主视教徒不弄点玄幻风、CP 感，网友压根懒得看。赵丽颖微博首页不打榜，第二天就被骂团队不作为。这次换与凤行也80%是制片公司要控场。您还真别不信数据团队盘算啥能吸睛，营销号趁机喊话，艺人呢，加在流量、平台、粉丝三明治里头瞅热闹。过去那些热剧，比如《杉杉来了》、《有匪》，要么播出时撞上大 IP， 要么平台不给力，明明有粉丝基础，一换主推很快下线。现在能上简介的，必须是团队愿意赌，平台敢推，观众乐买单的流量发动机。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可要是哪天新剧成了雷阵雨，改回老情怀也没那么简单。这玩意儿是算法和人心的混合产品，比东北小烧拌老坛酸菜还带劲。站在老百姓角度其实也好理解，想想咱们刷个剧也不过图个消遣顺眼，谁还真研究你主页面挂啥？可真粉丝就不一样了，这玩意儿像家里珍藏的全家福，说拿下来就拿下来，老二大头贴干脆剪了，谁家不心疼？冤不冤，酸不酸？这份浓郁的情感共鸣，是饭圈和长辈群都租不走的乡愁。可网络世界讲究流量效率，算法就是新父母官，心理落差妥妥的堆起来，就像冬天里冻馒头，捂都捂不热。闹也闹了，刷也刷了，热度下来了，这将人都按捺住了情绪，该干啥还干啥。表面赵丽颖主页风平浪静，网友点过去，早已经是新剧一脸我就是要火的高调造型。有人感慨真是流水的代表作，铁打的赵小颖。但你要说是太真就这么结束了？别着急，这玩意儿下边暗流涌动，老粉不服，转头就在各大社交平台开怀旧纪念馆，强行制造话题，发截图、贴弹幕怀念当年陆贞带着大家乘风破浪那会儿。团队小心翼翼，不敢怠慢，生怕键盘侠再拎着别的黑料搭着炒作。但反方声音也不小，
尤其是制作方或行业内的明白人。一通分析猛如虎。现在电视剧成本高，竞争激烈，拉流量比吃饺子蘸蒜都重要。一部戏火了，能带来多少广告，多少合作，多少 IO 变现？演员主业不敢改，就是等于自己拱手送机会。赵丽颖这波操作，明里给新剧预热，暗里收割注意力，怎么也比守着老本行吃冷板凳强。再加点互联网大数据做后盾，爱推新剧，平台算法调整，这个世道，谁敢说不随风，只能等被淘汰？这还没完，老观众觉得没劲，年轻的观众连《陆贞传奇》都没认真看过，他们一进直播间，点的就是新颖玄幻、刺激特效、爆款男主，像极了炖蘑菇汤就得加辣，哪管你老汤有多鲜。团队精明得很，分析数据，流量口味，主推玄幻风，复古造型，直接挂在历史档案馆。情怀这东西，没人为他多买一单流量。媒体也有话说，这不是赵丽颖一家独大，整个行业都卷成龙卷风了。换主业，改人设，全是团队策略。明着是流量争夺，暗里其实还有一把看不见的算盘。各家制作方版权归属跟打麻将似的，版权归属，利益对冲，播出渠道，一环套一环。观众只看热闹，局里人精着呢。就当大家以为这事也就是闹腾几天风头过了，没想到啊，第二场大戏来了。与凤行预告一出，带飞了赵丽颖所有老剧的播放量，满网络都是在看丽颖成长史，弹幕疯传她是怎么从小宫女熬成大偶像的，连10年前的陆贞都意外翻红。这波互相带流量的操作，堪比东北大雪天，屋里烧火盆热气腾腾，外头风雪呼啦啦，有流量才有江湖。行业观察人士点破玄机，你以为赵丽颖只是换个主业图？其实她和团队早就盘好了怎么用新剧反哺老剧，用老情怀带热新 IP， 把流量变成粉丝粘性，顺带拉一波情怀经济，堪称娱乐圈一箭暗雕。且看网络舆情，年轻粉支持顺丰改主业，全新出发，不断喊着来点新鲜的。但老粉又开始集体回忆杀，掀起追忆丽颖出新的话题，翻找当年弹幕，好一个高低搭配。但这戏演到这还没完，代表作到底算谁说了算？有人提议办投票让观众定，话音刚落，行业人士拍大腿，你觉得是投票的事儿？一个主业可不只是感情，还有多方利益在里头困着。版权在平台，剧集归制作方，明星想自作主张，未免太天真。别看知否热度爆表，可版权分归各方，想随便挂也得打报告。这么一来，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一个代表作简介背后藏着版权大战、粉圈博弈、平台算法、市场数据，哪个都比纯感情这事儿复杂100倍。风头过了，主业依旧是新剧，高情怀的《陆贞传奇》在粉丝群里变成集体回忆咖。粉圈吵架热度下来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老观众的遗憾没人真正安慰，新粉的热情也怕是一阵风。你要说演员主业这点事，真能影响影视圈大局吗？嗨，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团队的算盘很明白，新剧扑街怎么办？改回去吗？太被动，不体面，那还不如一条道走到黑。可风险也在这儿，代表作换来换去，万一观众真的麻了，慢慢就成了拍啥都毫无记忆点的大众脸。这背后还藏着更大危机，一边是制作方、平台的利益博弈，另一边观众口味日新月异，作品生命周期都比沙县小吃的蒸饺还短。演员团队费劲巴拉打造新 IP， 观众爽了没2天，新梗又抢走了热度。现在全网流量共振模式，剧情越玄幻越能刷屏，经典老剧只能在情怀角落自娱自乐，新观众压根不感冒，真粉丝也就剩个怀念的心思没处释放。大家看似都得到了安慰，平台有流量，团队有信心，新剧有热搜，粉丝有回忆。但分歧却更深了，老粉越来越怀疑自己喜欢的偶像是不是只为流量而变脸，新粉抱着新故事乐此不疲。
这种割裂不亚于东北大雪天大家搓麻将，有人要打8圈，有人只想大手一挥，各玩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眼下和平是假象，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想退。咱这么唠一圈，其实心里都明白代表作咋换谁都管不了。演员靠新剧活着，观众靠老剧怀旧，平台要流量，团队要曝光，个个都说自己委屈。你说这操作牛不牛？一面高喊为粉丝负责，背地里算法和利益算盘敲得噼啪响。有人说杨紫、杨幂不也是老换代表作吗？人家照样活蹦乱跳。你这话没错，赵丽颖改主业再正常不过。可每次一操作，就感觉老情怀像是饭桌上的东北酸菜，谁都不爱吃，可一撤下来，家里亲戚转发微信问咋不见了。这事儿表面上是流量算法，其实还是情感无处安放的无奈。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旧时光，但现实告诉你心系不上，你连开门红的机会都没有。这一改，不只是主页上的代表作消失，还是整个行业飞速运转，铁打的流水线上的缩影罢了。提起赵丽颖，观众脑海中最先浮现的代表作，或许是《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类爆款古装剧。那些年，她用角色一步步从圆脸小花走进观众心里，成为国民认可的拼命三娘与实力派演员。然而，最近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赵丽颖的代表作似乎正在悄然更迭，不再局限于过往那些红到发紫的古偶剧，而是逐渐向现实题材、文艺气质乃至都市情感转型。一场关于赵丽颖高光时刻的重新书写正悄悄上演。这种代表作的更迭其实并不突兀，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淀和圈内地位的上升，赵丽颖开始有更多主动选择角色的自由。她不再满足于被动出演爆款，也不再执着于收视率女王的头衔，而是用更成熟的眼光，选择那些更具深度、更贴近现实，也更能展现表演功底的作品。例如，2022年的《幸福到万家》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剧中她饰演的何幸福从乡村少女一步步成长为维权者，她用克制而真实的演技征服了不少质疑者。虽然这部剧没有流量剧的热搜常驻体质，但它却为赵丽颖带来了飞天奖提名和观众口碑的全面升级。很多观众也在那一刻意识到，赵丽颖已经不是靠脸吃饭的偶像型女星了，她正逐步向演员赵丽颖迈进。此外，风吹半夏更是一记重锤。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许半夏，是个在男性主导的钢铁行业打拼的商界女性。这个角色不仅跳脱了她以往的形象设定，更向观众展示了她可以演狠角、演精英、演成长弧线强烈的人物。这部剧的评分、口碑和业内好评也远超预期，有媒体甚至称许半夏是赵丽颖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飞跃。至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赵丽颖的新代表作不再是10年前那个带着仙气的花千骨，而是更贴近现实、充满力量的许半夏和幸福等角色。除了题材的转向，赵丽颖在角色选择上的野心也开始凸显。她参演的电影《酱园弄》就是一次非常冒险却极具挑战的尝试。影片由陈可辛执导，聚焦民国女性命运。赵丽颖在片中饰演的角色，据传与整部片的转折点有关，台词台风以及与周迅、章子怡、易烊千玺等多位影帝影后同框的表现，都让人对她的电影前景充满期待。尽管目前演技在大银幕上仍引发争议，但她的突破与尝试本身就已是极大的勇气和信心。而当我们回顾赵丽颖的演艺之路时，不难发现，她的每一次高光往往都不是从舒适区获得的，而是从一次次冒险中脱胎换骨。有趣的是，在代表作更替的背后，也有网友提出疑问：为何她曾经那些全民级的古装剧不再被提起？其实这正是赵丽颖战略升级的体现。她明白，演员的职业生涯不能永远依靠爆款撑着光环，更不能让过去的角色成为桎梏。赵丽颖要走的
是一条真正靠作品、靠角色厚度、靠人设深度取胜的长线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再执着于流量和话题，而是将更多精力投注在剧本与剧组本身上。也正因如此，他才有了《风吹半夏》里那个干净利落、眼神坚定的许半夏，才有了《幸福到万家》中那个为了正义不惜抗争到底的何幸福，甚至有了《酱园弄》中那个沉默却复杂的女性身影。这种改变并不容易，很多演员在转型途中会迷失方向，或是被流量经济束缚太深而走不出舒适圈。但赵丽颖用了极大的耐心和韧性，让自己完成了身份从流量小花到现实派实力演员的飞跃。而观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当她不再被安排，而是自己做选择，演技、气质、深度等维度的提升便日益明显。或许这也是为什么《风吹半夏》之后的赵丽颖，即便作品热度不再爆表，但评论欧的好评却持续增长，甚至让不少观众表示她终于被看见了。有网友说，赵丽颖的每一个转型阶段，都是她在为自己争一口气。从早年跑龙套的圆脸丫鬟，到如今成为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座上宾；从流量剧收视保障的女主角，到现实题材中沉稳扎实的表演者，她确实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自我升级、自我进化。而正是这种沉得住气的心态和拼到底的韧劲，让她在演艺圈这条充满变数的路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说《花千骨》《楚乔传》是赵丽颖的成名之作，是她成为全国观众宠儿的起点，那么如今的《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则是她演技成熟的阶段性成果。而她参演的电影作品《酱园弄》是否能再次刷新她的代表作清单，也许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毫无疑问的是，赵丽颖已然踏上了一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稳的演员之路。最后，想对每一位关注赵丽颖的观众说一句：演员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次次选择和一次次坚持的结果。赵丽颖如今走出的这一步，既不是幸运，也不是巧合。主旋律不能碰瓷，王一博正能量之路不容玷污。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与《热烈》遭恶意造谣，实则两部电影拍摄时间与李某庆被查时间完全不符，其根本无投资能力。王一博作为正能量艺人，作品屡获官方认可，谣言不攻自破。网络非法外支的造谣者终将付出代价。近日，王一博遭遇恶意造谣，部分网友无端宣称电影《长空之王》与《热烈》由被判处死缓的李某庆投资。他们还将李某庆被曝光的权色交易与之恶意关联，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在我看来，这种毫无根据的造谣，不仅是对王一博个人名誉的严重损害，更是对电影行业正常秩序的扰乱。主旋律电影本应是传递正能量、凝聚民族精神的载体，却成为别有用心者造谣生事的工具，实在不该。先看这两部电影，《长空之王》于6月27日在 CCTV6 首播，7月2日还将重播，其影响力可见一斑。《热烈》中，王一博凭借出色表现获金鸡奖最佳男主提名，且将于6月26日至7月3日在泰国曼谷举办的2025中国东盟泰国电影文化周展映，成为文化交流的亮丽名片。从拍摄时间来看，《长空之王》2021年11月开机，《热烈》2022年5月开拍。而李某庆早在2021年7月就被调查，财产全部冻结，根本不具备投资电影的能力，被查后更无投资拍摄电影的资格。王一博作为传播正能量的青年艺人代表，频繁亮相主流平台，参与官方活动。那些网友对这样积极向上的艺人和主旋律电影都能肆意造谣，足见其道德底线之低。网络并非法外之的，造谣者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我们期待王一博能不受此谣言影响，继续在演艺道路上绽放光彩，也希望相关部门能严惩造谣者，还网络一片清朗。王一博作为当代中国青年艺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出道以来就始终坚持自己的演艺信念与个人风格。他不浮躁，不炒作，不随波逐流，而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作品打磨、角色塑造和人生积累上。这在流量为王的当下娱乐圈中，实属难得也极具分量。特别是在主旋律作品的参与中，王一博展现出的不仅是专业的演技和艺术理解力，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公众人物在价值观输出方面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无名追风者、长空之王、维和防暴队等主旋律电影和电视剧的接连参演，不是偶然，也不是营销选择，而是一种从青年视角出发的主动担当。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层面上得到了高度评价，更在社会层面掀起了关于家国情怀、民族责任、时代使命的广泛讨论。而王一博在其中的角色，无一不是勇敢、坚韧、热血、奉献的正能量象征。他通过对角色的深入塑造，将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具象化传达给大众。这种影响早已超越了流量范畴。正因为他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也引来了部分别有用心者的恶意带节奏。他们试图将主旋律作品与明星效应捆绑消费，甚至借机抹黑、制造争议，将原本严肃、庄重、承载深层意义的主旋律内容轻浮化、娱乐化。这种碰瓷式舆论操作不仅严重伤害了作品本身的纯粹性，也在公众中制造了对作品、对演员不必要的偏见与误解。而更可怕的是，这类操作若不加以警惕，将可能导致观众对主旋律内容产生倦怠甚至排斥，破坏的是整个行业和社会的价值构建。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主旋律不是谁都可以借势捆绑的流量密码，更不是一人洗白或翻红的工具。它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历史责任感与文化传承任务，需要的是真正具备艺术素养、思想深度和社会担当的创作者与参与者。而王一博正是那类愿意以作品说话、用实际行动参与国家叙事的青年力量。他的坚持、他的选择、他的沉稳与沉静，不正是我们希望从当代年轻艺人身上看到的精神气质吗？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见证了王一博一步步地走出偶像光环的包围，走向更深层的文化表达。他从台前走向幕后，从舞台走向银幕，选择了无数条看起来没那么容易走的路。无论是长时间的军事训练、飞行员体验、雨林极地探险、反恐模拟演练，还是他为了角色做出的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挑战，这些看不见的付出，才是正能量之路的真正底色。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如何在争议中沉默应对，却用作品回应一切。他从不争辩，从不炒作，甚至连辟谣都极为克制。他深知，公众人物最有力的反击不是热搜，也不是声明，而是时间，是作品，是一场又一场打磨过的演出和一次又一次真实的努力。当大家因为追风者而再次被他的演技所惊艳时，当他因为探索心境而再次斩获国际荣誉时，那些质疑、恶意与误解自然也就不攻自破。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在面对恶意攻击时的沉着与从容，是很多年轻人值得学习的地方。在网络时代，每一个公众人物都难以避免被标签化，但正是他的坚定与清醒，让他不被外界干扰本心，不为流量偏离初衷。保持冷静，坚守自我，专注作品，这或许也是他能够屡次在转型关口上成功突围的重要原因。对于粉丝而言，或许最好的支持就是用行动为偶像澄清，用理性去分辨谣言，用作品去传递爱与热情。主旋律作品需要真正热爱、理解它的观众来守护，而不是被流量裹挟着随意消解的热搜内容。王一博选择了一条并不轻松的路，但正因如此，他的每一步才更值得尊敬与记载。未来我们也许还会看到更多的碰瓷与争议，但希望大众能保持警觉，擦亮眼睛，看清哪些是真诚努力的耕耘者，哪些是投机取巧的炒作者。不要让善良的人寒心，
更不能让真正的好演员因为流言而被淹没。在这个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我们更应珍惜那些安静做事的人，更要学会为真正传播正能量的人鼓掌。王一博用自己的成长轨迹告诉我们，争议不可怕，偏见也不可怕，只要方向正确，只要信念坚定，就没有走不通的路。他或许不是最会说话的人，但一定是最努力在做事的人。最后，写给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如果你曾因为王一博的某一个作品、某一个角色，甚至只是某一次认真努力的背影而感动，那么请不要吝啬你的支持与理解。在一个容易被短视频与热搜裹挟的时代，请相信沉默是金的力量，也请相信真正有价值的光芒终将穿透一切质疑，照亮最远的地方。因为这条名为正能量的路，从来都不孤单，也永远值得我们一起走下去。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